2个月没来大姨妈，朋友开玩笑叫我测一测，没想到居然真的显示2道杠，我当时都傻了。母胎单身的我，身边连个男人都没，怎么就怀孕了？我立即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闺蜜赵雪，她是个健身教练，性子雷厉风行，思路却缜密。她再三确认我没跟任何人发生关系之后，表情逐渐凝重。赵雪让我好好想想，是不是在我睡着或喝醉的情况下被人占了便宜？难道我睡着的时候有人闯了进来？我住的是公寓，平时都有锁门，可能吗？当晚下班回家，我猛地想起最近还真喝醉过一次。那是一场同事聚会，我因为开心多喝了几杯，所以昏睡过去了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正躺在一个宾馆的床上，当时还有2个女同事在房间里。我在聚会上喝醉了，她们不知道我家住址，只能带我来这里开了一个房间。第2天早上醒来，我衣服完整，也没什么不适，就没当回事。现在想起来，细思极恐，因为那场聚会除了我和那2位女同事，还有9个男人。我肚子里的孩子，难道就是他们其中某个人的？一想到这儿，我就浑身颤抖。当晚失眠到后半夜，突然听到异响，是门外门锁转动的声音，有人在外面开门。我急忙大声喊道：“谁啊？”许是听到了我的声音，门外门锁转动的声音突然停了下来。我穿着睡衣，颤颤巍巍地站起身，从床边拿出一根棒球棍，小心翼翼地向着门走去。我探着头看向猫眼，外面什么都没有。我看了一会儿，不敢打开门，就这样趴在门口，听着外面的动静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确定没人了，才小心翼翼地回到床上。临睡前，我在门把手上挂上一个水杯，如果外面有人打开门，水杯摔碎，我也能立马发现。第2天醒来，我就去找公寓调了昨天的监控。监控显示，在我进去房间后，没人来开过我的门。难道是错觉？我对此没想太多，给女同事打去电话，确认那次聚会的情况。女同事接通了电话，面对我的询问，她疑惑问道：“没发生什么事情啊？那天晚上我们给你开了房，中间也没有男人进来。”我没有说话，放下电话，一脸的茫然。如果不是因为同事聚会，那我怎么怀孕的？思前想后，我还是决定去那家宾馆看看。因为我是当事人，宾馆老板亲自带着我查看了走廊的监控。你尽管看吧。老板识趣地关上了门。我颤抖地伸出手指，查看着那晚的监控记录。在走廊里，我闭着眼睛，醉醺醺的，没有知觉，被2个女同事架住进了房间。很快，房间门关闭了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往后拉进度条，依然没有发现异常。直到凌晨3点，我突然瞪大了眼睛，情况发生了变化，走廊里多出来9个男人。这9个男人正是聚会上的男同事。看到这里，我只感觉浑身发冷。公司王经理走在最前面，敲响了门。门打开了，是跟我通话的女同事开的门。9个男人就这样进了房间。我颤抖地拿起鼠标，继续拖动进度条，直到早上6点，门才被打开。9个男同事走了出来，面容倦怠，但一个个看样子十分高兴。我身上的力气仿佛被抽干，脑袋发出了嗡嗡的声音，瘫坐在了地上。3个小时，9个男人，加上我3个女人，他们到底在房间里干了什么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我才浑浑噩噩地站起来离开。我马上联系了闺蜜赵雪，报警。于是在赵雪的陪同下，我们去了警局。警察很快出动了，9个男同事和2个女同事全都被带回局里调查，而我被带到了医院做检查。
为了比对 DNA， 所有男同事都被采了血。审讯结果出来后，警察告诉我，他们当晚在打扑克，没有人强奸我。我激动地问道，他们进我的房间是在打扑克？你先别激动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这件事很快就会有结果的。警察试图让我冷静下来，我反问道，9个人挤在一个房间打扑克，这种事情你们也会相信吗？他们提供了一段视频，是你其中一个同事录的，地点是房间内，时间是那天晚上，你看一下。警察拿出了一段视频，在视频里，9个男人真的在打扑克，2个女生在旁边围观。至于我，昏睡在旁边的床上，一动也不动。我看了一眼，那的确是我。视频大概有几分钟，我看完之后激动说道，他们在房间里待了3个小时啊，这么一小段视频能说明什么？我知道，所以我们已经派人去宾馆搜集证据了，等 DNA 检测报告出来，一切都会水落石出。从警局出来，我几度崩溃，赵雪一直都在安慰我。第2天，警局给我打来了电话，调查结果出来了。负责我案子的梁警官把我带到了办公室，给了我一份文件。我认真看了几页，脸色顿时不好了。这9个男同事全都跟我肚子里的孩子排除了亲子关系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慌乱地看向梁警官，目光充满了不可置信。事实就是这样，我觉得你再好好想一想，肚子里的孩子究竟是谁的？我正要说什么，梁警官继续开口，当然，我们也理解不能就这样排除他们的嫌疑，但在那个客房，我们没查到任何证据。事情都过去1个月了，证据怎么可能还在？他们是分开审讯的，供词都一样，而且没有证据，警察也没办法。离开警局后，我越想越不对劲，不是他们，那又是谁？迫不得已，我回到公司继续上班，同事们居然都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，王经理还第一时间找我谈了话。他没发火，反而和颜悦色地安抚我，小吴，你的情况大家都理解，这事没人会怪你的，我给你放5天带薪假，你休息休息，把私事先处理。我没有拒绝，匆匆下班后约了闺蜜赵雪。我把领导给我放假的事跟她一说，她立马觉得不对劲。你冤枉同事和领导是强奸犯，同事没排挤你，领导还给你放假，这里面肯定有猫腻。听她这么一说，我也反应过来了，这不正常。赵雪想了想，跟我说道，你把酒局当天那2个女同事的联系方式给我，我想办法。当晚我没回家，在赵雪家住了1晚。第2天我很早就醒了过来，精神状态很好，这一觉睡得很踏实。我一直待在闺蜜家，下午赵雪从外面回来了，她一脸凝重地告诉我，你那天晚上肯定是被人糟蹋了，谁干的？他们都干了。我只感觉脑袋一沉，整个人都快晕厥过去。消息是那个叫陆巧合的女同事透露的，她还说只要我给她5万块，她愿意给我提供证据。我愣住了，看向她说道，她这是勒索，钱不能给，我们还是报警吧。可这一次赵雪摇摇头，认真说道，先别报警，把证据拿到手再说。我咬了咬牙，那好，5万块钱我出。第2天赵雪离开了，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。等她回来的时候，脸色异常难看。她说我那女同事陆巧合变卦了，完全否认之前透露的消息。我一定要调查清楚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。我决定回公司打探情况，结果刚到公司就收到一封邮件，打开一看，我大惊失色。不小下，
我是孩子父亲，你不许打胎，不许伤害我的孩子。如果你敢伤害我的孩子，你的母亲刘雪燕，你的父亲吴波，你的闺蜜赵雪都要死。你不能报警，我随时都在监控着你。孩子真正的父亲出现了，还给我发了恐吓邮件，怎么办？我冷静下来，将邮件各种信息全部截图保存，同时心里冒出来很多疑问。发邮件的是谁？是那9个同事中的一个吗？如果是的话，为什么 DNA 都不匹配？这人为什么不让我打胎？我没心情上班了，约了赵雪去了警察局，将邮件的相关信息提供给了梁警官，希望能查到来源。这个人知道我这么多信息，我不敢回去住，决定先跟闺蜜住一块。结果当天晚上就出事了。后半夜，我和闺蜜被一声巨响惊醒，一个包裹砸破了玻璃，出现在闺蜜房间里。这里可是3楼，谁扔的？我们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裹，里面竟然是一堆文件。看完，我们都吓坏了。这些文件全都是我的资料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各种资料都在里面，甚至很多资料连我自己都不知道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封信，信上的内容很简单：别想逃，我的孩子，你不能打，否则后果很严重。他怎么得到我的资料的？还要我把孩子生下来？我们赶紧把这些情况反映给了警察，他们进一步展开了调查。不仅如此，还调了监控。结果当晚赵雪小区的监控全部坏了，暂时还找不到凶手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搬家。我脸色惨白的回公寓，准备收拾东西搬家。结果公寓被贴了封条，周围的人都在围观，一个个窃窃私语。公寓发生了凶杀案，一个叫小雨的女孩在自己房间里被奸杀了。我浑身一颤，小雨就住在我的隔壁，平时我们关系不错。我第一反应，凶手跟我有关，搞不好就是那个让我怀孕的人。等了许久，我才回到房间。收拾行李时，发现家里多出来一个脚印，是男人的脚印。有人来过我的房间，家里的布置被动过。我感觉越发的恐惧，留了个心眼，用手机将脚印拍下来后，草草收拾东西离开了。我换了一个安保比较高的小区，回去上班的途中，我也小心翼翼。到了公司，发现氛围变了，周围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。王经理把我叫到办公室，你最近一直请假，耽误了很多工作。他没直说，但我知道他的意思，点头道，我知道了，我这就主动辞职。办完离职手续，我心中五味杂陈，明明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。回到家里，我不安地坐在沙发上，门铃突然响起，在猫眼里看了好一阵，确定只有赵雪，我这才打开门。赵雪刚进门就抱怨我开门慢，还提醒我，你最近别出门了，你之前公寓又死人了，女的。怎么会？我愣了愣，惊骇道，谁死了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好像叫什么秀娥。我脑袋嗡的一声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秀娥是我对面的邻居，虽然不熟，但也认识。2起命案都离我原来的房间很近，像是故意作案。第二天，我去买了一大堆女子防身用品，不管什么样的东西，我都拿了不少。准备就绪，我鼓足勇气决定去做手术。还没出门，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，我按了录音，对面响起的是电子音。这种声音一听就是电脑合成的，显得格外机械空灵。不许伤害我的孩子，否则会死更多的人。我浑身颤抖着，手掌差点握不住手机。我深呼吸，稳定情绪。要我生孩子可以，起码我得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吧。这些你不需要知道，
你只需要生下他就好了。如果我不生呢？那你就看着身边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死掉吧。很快，这个电话挂掉了，我再打过去，已经打不通了。我无力地瘫坐在沙发上，失声痛哭。随后，我联系了梁警官，将这通电话的相关信息全都提供给他。我们一致推断，我孩子的父亲和这两起命案的凶手很可能是同一个人。我把之前家里拍到的鞋印也发给他，他恍然大悟，立刻联系同事对我之前的房间进行搜查。没过多久，赵雪给我发了个位置，说有重大线索，让我赶紧过去。去了我才知道，那是我同事陆巧禾的家，而他已经收拾好了东西准备跑路，被赵雪给堵了下来。他情绪很低落，对我们说，那天晚上的事情我可以告诉你，但你必须给我5万。我犹豫了一下，答应下来，然后我直接转账，同时威胁道，刚才的通话我已经录音了，你不想被说成诈骗，就告诉我真相。女同事沉默了一下，说道，我们公司其实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？我诧异问道。你没发现吗？公司的员工没有几个正经上班的，他们都是赌徒。他的话让我目瞪口呆。很快他说出了更让我震惊的事情。他告诉我，公司一共40多人，大部分人都是赌徒，他们都在玩一款赌博软件，每个人都输了不少钱。我愣了一下，仔细回想，确实很多员工天天盯着手机，王经理也是如此。他们那晚去你房间，就是聚众赌博。我愣了一下，问道，只是赌博吗？他沉默了一下，低声说道，赌徒输红眼的时候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当时有个男同事没有赌住了，然后他把你押上了。什么？我脑袋轰的一声，整个人都快崩溃了。我竟然成了他们的赌注，他们拿我做什么？我颤颤巍巍说道，身体已经瘫软在地。当时王经理赢得最多，其他人没有钱了，于是答应让王经理睡你一次，他们不会举报。然后呢？我浑身颤抖着，沙哑问道。然后就是李泽民、赵华。别说了，我颤抖着身体打断了女同事的话。你也把我当成筹码了吗？她愣了愣，低声说道，对不起，那晚我虽然没输钱，但也默许了他们的行为。我脑袋轰鸣了一下，整个人都快晕厥了，胃里一阵恶心，借机上了个洗手间，偷偷给梁警官发了信息。他们输红了眼睛，竟然拿我作为发泄工具。我用清水洗了把脸，冷静了不少，继续听着他说，继续录音。他们有人随身带了避孕套，所以都采取了安全措施。你醉得太厉害了，没有发现。我顿了顿，开口说道，事已至此，强奸我的人一个都跑不了，你得为我作证。他有些慌了神。我不能为你作证，我要离开这个城市，不然我会被讨价的弄死的。他说完就想跑，赵雪手疾眼快将他给揪了回来。我们不可能放他走的。我刚给他转的钱，他也退了回来，毕竟他也不愿罪加一等。很快，梁警官带着其他同志赶来了，当场控制了陆巧禾。这一次审问进行得很顺利，王经理以及当时侵犯我的所有人都被抓了起来。走出警察局，如果不是赵雪搀着我，我可能寸步难行。他们侵犯了我，但都不是孩子的父亲。真凶究竟在哪儿？回家后，我心里抑郁，不想说话，看着家里，总感觉很陌生。
赵雪浑然不觉，笑着系上了围裙。你好好休息，今天我给你做菜。我点点头，失魂落魄地窝在沙发上。此后几天，我的心情逐渐好转，王经理一行人认罪伏法了。更让我惊喜的是，那个幕后之人抓到了，我提供的鞋印成了案件突破的关键。警察在我之前的房间里发现了不属于我的私人用品，还发现了极其隐蔽的摄像头。根据私人用品上的 DNA 以及鞋印，警方抓捕了公寓的宿管大爷。我当时都惊呆了，宿管大爷都60多岁了，竟然干这种事情。面对警方的拷问，宿管大爷认罪了。他在租客离家的时间出入房间，并安装了摄像头，只为满足自己的偷窥欲，而我只是其中一个受害者。关于恐吓我的邮件及电话，他却表示不知情。对于那2起杀人案，宿管大爷提供了证据，他也曾在小丽房间安装了摄像头，也拍下了那晚的犯罪证据。没有第一时间给，一是因为自己偷拍，二是因为凶手他认识，凶手是公寓房东的儿子。警察迅速将房东儿子抓捕归案，审讯后才明白来龙去脉，杀人只是为了报复自己的父亲。原来房东跟前妻生的大儿子怨恨父亲抛弃自己的妈妈，所以想毁了父亲名下这栋公寓，制造凶杀恶名，让父亲破产。同时他承认之前的恐吓邮件和电话也是他做的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总算水落石出了。可我总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，于是拜托警察再做一次 DNA 对比，我要确定孩子是不是他的。赵雪劝我不要胡思乱想了，坏人都得到了惩罚。我心慌，于是在出租屋里里外外都安装了摄像头。接下来几天，我的睡眠又不好了，精神萎靡。警局 DNA 比对结果出来后，我崩溃了。我孩子的父亲不是房东儿子。我愈发焦躁不安，偷偷查看了家里的监控录像，却没发现任何异常。随后我去了一趟医院，医生在我的血液里检查出了特殊成分的残留，是一种强效催眠药。我何时被人下的药？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？藏在哪里？我猛地想到了什么，脸色变得异常难看。第二天，我故作镇定地坐在电脑旁，查看家里的监控录像。这次我发现了端倪，监控录像一部分被删除了。我不动神色地放回原处，又偷偷在家里安装了其他的监控。这一次我没让任何人知道，包括赵雪。第3天，我拿起手机，颤颤巍巍地看起了录像。这次的录像变了，不再是当初空无一人的情况。一个男人用钥匙轻而易举地打开了房门，进入房间后，他旁若无人地换鞋，表现得相当轻松，就仿佛这里是他的家一样。更可怕的是接下来的画面，那个男人进入房间后并没有待多久，而是直接钻进了我床边的柜子里，而且再也没有出来过。我看了看手机监控上的时间，忍不住浑身剧烈颤抖起来。这个男人到现在还在我的床头柜里，并没有离开。我佯装镇定，拿起手机给赵雪打了一个电话。亲爱的，要吃猪排吗？好，我马上去给你买。说着我就要走出门，可这时身后的床头柜突然开了，一个阴恻恻的声音响起：赵雪是回族，根本不吃猪肉，吴小夏。我尖叫着大喊救命，疯狂往门口跑，却被这个戴着眼镜长得十分瘦弱的男人抓住了。他拽着我的头发将我往里拖，我一边尖叫喊着救命，一边疯狂地抵抗着。他揪着我的头发往地上磕，我头晕目眩。他麻利地将我捆了起来，冷声道：你想打掉我的孩子，没门儿！我痛哭流涕。
求求你放过我，我都不认识你。你不认识我？我可是你的老公，每天晚上我都会跟你睡在一起。男人笑了笑，面容邪恶而狰狞。我脸色巨变，我昏昏欲睡，是你下的药。你每天都有睡前喝一杯牛奶的习惯，在牛奶里放下安眠药，对于我来说再容易不过了。男人叹了一口气，目光看向了我。你每天都跟我睡在一起，那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急忙喊道。宿管大爷是最容易搞定的，我配一把钥匙，自然出入自由。至于监控，这种小孩子的东西对于我来说更是轻而易举。我浑身发抖起来。那我怀孕是因为你？你是我的，孩子自然也是我的，你比禽兽都不如。多谢夸奖。男人阴阴一笑，目光狂热地看着我。你是我的，没有人可以夺走。他的眼神无比阴森，充满了占有欲。我从来没见过如此可怕的眼神，大气都不敢出。我从来没见过你，你为什么要伤害我？我们见过面，每天都在见面，只是你对我视而不见而已。男人看向我，神态充满了狂怒。我好像有了一点印象，这个男人似乎是我以前对面公寓楼的。也好，以后我不用再躲躲藏藏了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我失声求饶，他完全不理会，麻利地将我嘴巴堵上。他自言自语道：赵雪应该马上到，解决了他，我带你远走高飞，至少短时间没人会想起你。我正担心，门外没多久便响起钥匙转动的声音。赵雪的声音从门外响起：小夏，开门啊，怎么回事？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推门。男人手中拿着一个棒球棍，已经做好了袭击的准备。门打开，男人一棒挥了过去，却挥了一个空。几个警察翻滚而过，将男人扑倒在地。别动，老实点。眨眼间，男人已经被几个警察按在了地上。赵雪此时扑了过来，抱住了我。以防万一，其实我跟赵雪定了约定，猪排是个暗号，我一说猪排就证明我有危险，他要马上报警，这才有了现在这一幕。我挣脱束缚，看着眼前拼命挣扎、狼狈无比的男人，松了一口气。男人被抓获后，一切真相大白。男人名为杨成，是一个黑客，他之前住在我对面公寓，每天都用望远镜窥视我的一举一动。在他的家里挂满了我的照片，还有我的各种资料。他对我的狂热，让审讯他的警察都感觉到胆寒。他是一切的主谋。他和宿管大爷套近乎，骗到了我房间的钥匙，每晚迷晕侵犯我，然后在凌晨时悄悄离开，篡改监控，没有人发觉。以网友身份和房东儿子交好，教唆并灌输可怕思想，酿成2起命案。这一切的疯狂行为都是为了我，他俩只要成为替罪羊，杨成就彻底安全了。当审讯警察问道：你也算事业有成，为何不主动追求，要选择这种手段呢？杨成这么说的。不可能有女人看上我的。眼神疯狂而暴力。原来他的感情经历很丰富，有过很多女朋友，但都没能走到最后，因为都受不了他变态的掌控欲。他甚至规定自己的女朋友必须在某一个时间上厕所，其他时间不许上。至于他为什么变成这样，我不想去了解。每当我想起他，既恶心又后怕。1年后的某天，夜晚8点，我打了一个车，习惯性的先拍了一个车牌照片，然后坐在了后车座上。车主是一个中年男子，他皱了皱眉头：你让我等太久了。
不好意思，我低声说道。车主行驶起来，我坐在后座，给赵雪打了一个电话。赵雪，我马上到了，我现在正在车上，车牌照和路程我已经发给你了。我故意这么大声说话，就是希望让中年男人听到。放下手机，我心不在焉地玩起了手机。坏人都受到了惩罚，我的人生也算恢复了以往的日子。可我知道，我再也不是从前那个我了。手机突然一阵响动，我看了一眼手机屏幕，顿时惊讶起来。司机，你导航是不是错了？你偏离导航的路线了。我急忙问道。司机没理我，继续默默地开车。我又问了几遍，司机很明显心情不好，一脸的冷漠。我变得惶恐起来，手下意识伸向了包，包里面有一把锋利的小刀。我又看了看四周，脑海当中想着该如何一击制服他，是用刀子挑他的大动脉，还是割他的喉咙？我整个人很紧张，脑海中胡思乱想着如何把他制服或者杀死。偏离导航的车行驶到了一块偏僻的地方，很黑，路灯稀疏，我心提到了嗓子眼，将小刀慢慢抽了出来。这时司机突然开口了，导航的道现在正修路呢，这边比较近。是吗？那真是太好了。我笑了笑，不动声色地将小刀放了回去。司机不是一个健谈的人，没再说话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周围的环境越来越熟悉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司机停到了路边，目的地已经到了。到了。中年司机只是说了一句，然后又拿起手机准备接下一单了。我没说一句话，转身走下了车。我知道我误会了中年司机，他只是一个被生活压垮而变得沉默的男人。赵雪蹦蹦跳跳地走了过来，看到我的时候松了一口气，笑着说道：我还以为你又失踪了呢。这次不会的。我伸出手紧紧抓住了赵雪的手。